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大家都知道，过去的5年当中，加密世界里边有一个人几乎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把永不卖出比特币变成了一种信仰。Michael Saylor， 他做的事呢，不是投资比特币，他是把整个的公司连同借来的几百亿美元，全都 all in 了比特币。2021年比特币暴跌的时候，很多人全都离场了。他说出了3个英文单词儿，后来呢被无数人给当成圣经。I'm not selling， 我不卖。就这3个字儿，市场呢慢慢的把它理解成了一种态度，跌的再低他也不会卖 ，hold。于是呢，无数的散户把 Saylor 当成了比特币的象征，心里想着连 Saylor 都拿着一动不动，我怕什么呢？可是就在这2天，事情发生变化了。一份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披露，上周他的公司 Strategy 卖了32个比特币，32枚。这家公司手里攥着84万枚的比特币，这次呢卖出去的只是32枚，84万分之32，连零头的零头都算不上。但市场的反应呢完全不成比例，比特币立刻开始下跌了3%到4%，而他的公司的股票 MSTR 呢单日暴跌超过 8.5%。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来一起来搞清楚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数字能把整个市场给吓成这样？先说清一件事儿，从钱的角度去看，这次卖币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32个币套现呢，大概只有250万美元。对于一家手握着84万枚、价值600多亿美元的公司来讲，这点钱财务上几乎可以四舍五入就等于0。那市场在怕什么呢？怕的是一个把永远不卖、恪尽信仰当成人设的人，居然他真的卖了，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那么一点点。这就好像是你看见了一个发誓永远不喝酒的人，突然抿了那么一小口。Saylor 自己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卖这么一点儿是想给市场打一针预防针，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确实可以这么做。我听了这句话，我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我感觉这是一个信徒在小心翼翼的在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不是不想守住永远不卖的那句话，而是他开始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得提前给你也给自己去打个招呼。还有一个细节需要了解一下，这32个币呢其实是上周就卖掉了，可文件拖到这2天才披露。披露之前的那个周末， Saylor 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粉丝的吹捧，发买入记录的图，配上一句运作的更加好了。你发现了吗？他卖仅32个币就需要这么小心翼翼的去铺垫，去挑时机。其实一个真正游刃有余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这样，他的过度的谨慎其实就是心虚的表现。那问题就出来了，是什么能让这位最坚定的信徒连象征性的去卖这么一点点都这么谨慎？答案不在于他的人品里边，在他这套信仰的内部。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看。几个月前呢，我做过一期视频，叫做 Strategy 什么时候会卖币，看3条生命线。那期视频里面说过，这些公司不会因为币价跌到某个清算价就突然爆仓，真正掐死他们的是第2条线，融资能力线。而衡量这条线的刻度呢，就是 MNAV。 那期呢是纯属的一个推演，今天呢基本上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候了。Strategy 干的事本质上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循环，发股票、发债券、借钱，拿借来的钱再去买比特币，比特币涨，它的股价就跟着涨，而且呢涨得更猛，股价一高又能借到更多的钱，再去买更多的币。这个就是一个听起来像是左脚踩着右脚不断上升的飞轮，可这个飞轮能转的靠的是它的股价长期的比他手里的那些比特币的真实价值还要贵，贵出来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溢价。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者愿意为 Saylor 这个名字，为这个信仰的故事多掏出那么额外的一份钱，这个倍数就是 MNAV。
巅峰的时候呢，这个溢价高达 2.5 倍，可是现在呢，已经被压到了 1.2 倍上下。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事，华尔街最有名的大空头 Jim Chanos 不久前呢平掉了他手里的 MSTR 的仓位，但你要清楚他平仓的理由，他做空的从来就不是比特币的价格，而是 MSTR 身上的那一层信仰的溢价，他赌的就是这层溢价迟早会被 market 被市场给挤掉。而现在他收手呢，不是因为 MSTR 变安全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块肥肉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溢价从 2.5 倍掉到了 1.2 倍，甚至有的时候掉到了1以下，他赌的事儿已经发生了。而当比特币不涨了，溢价没有了，借钱这件事儿立刻呢就会变贵，变得更加难了。偏偏这台机器呢，它身后呢还背着一笔雷打不动的开销，它发行过一种优先股，承诺给持有者 11.5% 的年化回报，按月支付。这个产品的规模到目前为止已经膨胀到了100多亿美元。这里呢，我们要注意 11.5 这个数字本身在比特币涨、融资顺畅的时候，它是一个催化剂，它在告诉市场，看我借钱借的这么贵，都有人抢着来借给我，这个说明大家有多相信我。这点利息靠着借新债来还旧债，轻轻松松的就给它覆盖掉了。可是，一旦融资变难，同样一个 11.5%， 瞬间就从好的信号变成了一根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因为它每一个月都必须的得从某一个地方挤出来真金白银去把这笔钱给它付掉。它不会因为你日子难过就停一个月，所以当一个收益的数字高到不正常的时候，你就需要特别谨慎了。高收益的背面永远刻着4个字：靠什么来维持？好的，回到 strategy， 现在呢，它挤出真金白银的地方到底是哪儿呢？是比特币本身。这次卖币的钱去向呢，写的也非常清楚，就是去付那笔优先股的利息，而且同一周他还动用了应急现金的 61%， 差不多 13.8 亿美元去回购自己的债务。一家公司开始卖掉压箱底的本金去支付利息，这个就是我上期说的那个词儿，主动止血。他不是被人给爆仓，被强制清算，是他趁自己还有意识还站得住的时候，先给自己来了一刀，去回补现金流。所以呢，把他逼到这一步的从来就不是信仰的本身，说白了，信仰呢就是他借钱的一个招牌，大家信 Saylor 才愿意多花钱去买他的股票，他才能够借得到钱。可一旦大家不那么相信了，钱就不好借了。他手里能立马换成现金的就剩一样东西了，就是他拍着胸脯说过自己打死都不会卖的比特币。讲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机。就在 Strategy 开始卖币，股价暴跌的同时，美国股市正在创它的历史新高，标普500在涨，纳斯达克也在涨，大家都在赚钱。那 MSTR 呢？它从52周的高点457美元一路跌到了现在的150美元上下，不是回调，是腰斩之后又跌掉了一大截，差不多蒸发了2/3。如果是整个大盘都崩了，是宏观出了大问题，大家一块儿下跌，那不怪他。现在情况呢，股市里边所有的船都在往上走，唯独它一条在往下沉。这一下，所有的借口全都没有了。它跌的不是市场，它跌的是它自己的杠杆结构。美股这一波新高呢，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一个很多人不太愿意承认的真相。MSTR 从来就不等于比特币的本身，它是一个加了好几倍杠杆的赌局。它压住的是比特币不光要涨，而且还得一直涨，不能够停。比特币这次甚至都还没怎么下跌，它只是不涨了，横在那儿，它的杠杆就先一步撑不住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是完蛋了，连 Saylor 都开始卖币了，比特币是不是真的要完蛋了？我们要把这个因果关系倒过来看一遍，你应该就清楚了。不是 Saylor 卖币让比特币变弱了，而是比特币的环境变了，才暴露出 Saylor 的这套模式原来本身就那么脆弱。84万枚里边卖出32枚，这对比特币的供需关系来讲毫无影响，一丝一毫都没有。市场真正恐慌的从来就不是这点微不足道的抛压，
市场恐慌的是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开始喝酒了，连 Saylor 都开始卖币了。这是情绪的传染，不是基本面的问题。有分析师说的特别准，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冲击是市场的认知的改变，是信念的松动。注意这两个词儿，是认知，是信念，不是比特币本身出了任何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崩塌的其实是用无限的杠杆去赌比特币永远只涨不跌的这一种玩法。比特币呢，它还是那个比特币，真正撑不住的是那个想骑在它身上再借几倍的力气往前爬的人。最后呢，我想说的是 Saylor 它本身没有错，比特币也没有错，错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太想找一个人来替我们扛事儿了，然后呢，我们自己只要闭着眼睛跟着他就行了。可这一次 Saylor 用行动亲口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他也扛不住了，那台不断借钱的机器可能真的要熄火了。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欢迎关注欧文可路，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万网频道主页。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